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022年的2月1号，加西时间是大年初一。亚洲地区呢，应该已经进入了大年初二。我相信在座的朋友们还沉浸在过节的喜庆气氛之中，所以在此呢，我首先要向大家拜年，祝大家虎年大吉，万事顺意。我还要向大家表示感谢，感谢大家在过去的1年里对我这个小频道的支持与厚爱。虽然这个频道呢只有几万人，比不上那些几十万、几百万的大频道那些大 V， 但是我觉得少而精未必是坏事。而且我相信这个小频道、这个小平台也有它的独到之处。它的独到之处呢，就是这不仅仅是一个我讲你听的地方，而是一个大家彼此互相交流，而且气氛融洽的地方。对这一点呢，我个人是非常的珍惜的，也以此为傲。而且呢，我也相信这一特色会吸引更多的朋友加入进来。总之，这一切都是有赖于各位的支持，我本人也是万分的感谢。再客套的话，可能我也不大会说了。我觉得表达感激最好的方式，还是认真的制作好每期节目，以回馈诸位对我的厚爱。再一次祝大家新春快乐。好的，现在我们进入今天的节目内容。提起项羽呢，人们很快就会想到另外一个名字，叫虞姬，也会想到那个脍炙人口的故事《霸王别姬》。那么历史上真的有虞姬这个人吗？他最后是怎么死的？是自杀吗？还是死于他人之手？虞姬在史书中的记载只是寥寥几笔，现存最早的记录虞姬的史书就是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。当时在描写垓下之战的时候，第一次提到了虞姬。他是这样说的：说有美人名虞，常姓从。虞姬到底是姓虞还是名虞？或者说她既不姓虞也不名虞，她不过是一个来自虞国的女人。这一点呢，史书中都没有交代，只提到了有美人名虞。这里的美人并不是指的漂亮的女人，美人在这里呢是一个后宫的品级。秦朝的时候，后宫共分8级，第1级就是最高的皇后，往下的第2级叫夫人，像我们讲过的戚夫人、薄夫人，她们都属于第2等级。夫人以下才是美人，美人之下是良人，良人再往下又是一个大家熟悉的品级，叫八子。大家一定还记得芈八子。在秦朝的时候，一般夫人就要有3位。从这几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出，虞姬并不是项羽的正妻，她是项羽的美人，只是一个妃嫔，而且地位并不是特别高，至少有3、4位女性是排在她的前面的。那么项羽有没有正妻呢？虽然史书中并没有直接的记载，但是呢，我们从侧面也可以了解到项羽是有正妻的。大家知道陈平吧，是后来汉初的宰相，他最早也是服务于项羽的，后来就投奔了刘邦。在他投奔刘邦以后，对刘邦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，说项王不能信人，其所用者非助旅，即妻之昆弟。意思呢，就是说项王呢不相信别人，他所用的人要么就是那些姓项的，要么就是他妻子的兄弟们。所以由此可以看出项羽是有正妻的，只是可能就像吕后那样，并不常伴他左右。这一点呢，可能有些朋友呢会有所疑问，说项羽手下有一个大将叫虞子期，这个人就是虞姬的哥哥。那这样说来，虞姬难道不应该是项羽的正妻吗？其实啊，虞子期这个人只存在于西汉演义之中，他完全是一个小说虚构的人物，历史上是查无此人的。好了，我们再回到垓下之战当时的情形。当时项羽率领着10万部队被汉军围困在了垓下，而此时四周又响起了楚歌，四面楚歌。听到楚歌以后，项羽是方寸大乱，
他脱口而出说：“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楚人唱歌？难道楚地已经被汉军所占吗？”大家想想，项羽是军中的主帅，在楚歌响起、军心不稳的时候，他是最应该保持镇定的那一位。可是这种祸乱军心的话，竟然是出自于他之口，可见当时他的慌乱的程度。接下来项羽的举动是更加的让人大跌眼镜。按理来说，这时候他应该一方面安抚军心，一方面呢与他的将军们商量如何部署，是坚守还是突围，如何坚守，如何突围，这些都是他作为军队的主帅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。而项羽是怎么做的呢？他就回到了帐中，然后开始饮酒。伺候他饮酒的就是虞姬，在他帐中还有他身边的几个主要的将领。项羽喝着喝着，突然诗兴大发，竟吟起了那首《垓下诗》：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我兮骓不逝，骓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。大概意思呢，就是说我这么厉害的人混到今天这步田地，其实并不是我的错，只是我的时运不济罢了。在这种时候，他居然在怨天尤人。他就在那里一直唱，唱了几阙以后，美人也和之。唱到兴处，项羽居然还哭了起来。史书记载，题数行下，左右皆泣，莫能仰视。就是说，他身边的将军们也跟着项羽一起哭，没有人敢看项羽的脸，因为他哭的实在是太难看了。我相信这时候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奇怪，这还是以前我们熟悉的那个项羽吗？那个在巨鹿之战中破釜沉舟，以5万克40万秦军的项羽吗？当年的西楚霸王怎么会变成了这副熊样呢？其实啊，大家想想可能也会觉得释然。当年项羽在巨鹿之战之前，他是一路获胜，士气高昂，他打的是顺风球。在顺境的时候，项羽通常是意气风发，可以做到别人无法做到的事情。那时候大家看到的是一个英雄项羽。而在垓下之战之前，项羽与汉军的作战是多次受挫，他此时正处在下风，打的是逆风球。这时候我们就能看到逆境中的项羽与顺境中的项羽完全是两个人。可能就是因为项羽他从来没有输过，所以他接受不了失败。在遭受到接连的打击以后，特别又在听到楚歌以后，这时候项羽的精神世界应该说已经是崩溃了。好了，现在酒也喝了，歌也唱了，泪也流了，总该调整一下情绪，干点正事儿了吧？而接下来项羽的举动更加令人瞠目结舌。项羽竟然带着手下的800余骑，趁着夜色向南突围。项羽这时候手下还有将近10万的部队，那么这9万多人他是怎么部署的呢？他到底有没有部署呢？这一点呢，在史书上并没有言明。但不管项羽是怎么部署的，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就是你们掩护，我撤退。项羽居然就这样突破了汉军的包围圈。由此我们也能看出来，汉军当时的包围圈并不紧密，有很多的漏洞可钻。汉军是到了天明的时候才发现项羽逃跑，刘邦命令灌婴带领着5000人马去追击项羽。项羽余下的9万多部队的命运又如何呢？据史书记载，垓下之战，汉军大败楚军，斩首8万余人。项羽总共10万人，除了一小部分人投降，比如说鸿门宴中的项伯率领手下的部队投降了，其他的大部分的部队都血战到底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楚军在敌众我寡、本方主帅又逃逸的情况下，依然能够死战不降，这体现了非常之高的战斗意志。如果这样的战斗力能够善加利用的话，项羽不应该败得这么惨。
项羽就这样带着他的800名士兵冲出了汉军的重围。不过也许这一天老天爷确实没有站在项羽这边，他的运气特别的差。首先是擅长野战的项羽居然迷了路，鬼使神差地走入了一片沼泽之中。后来好不容易从沼泽地中折返回来，又向一个当地的人问路。这个当地的人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诚心的，竟然给项羽他们指了一条错误的路。就这样，项羽他们就走上了一条绝路，他们来到了乌江河畔。而这时候，灌婴率领的5000人马也已经追了上来。经过一番厮杀，项羽身边只剩下了20多骑。后面的故事呢，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的了解，不管是从影视剧中还是史记中的描述，可以说都是浓墨重彩。项羽的英雄形象在其间是大放光芒，特别是在史记中，太史公司马迁也是不吝笔墨的大肆渲染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天神一般的项羽。他是往来驰骋，杀将夺旗，仿佛又让大家看到了巨鹿之战中的西楚霸王。每当人们从影视剧中看到项羽如此的表现，感叹他的神勇的时候，似乎忘记了他是怎么来到这幅田地的。他所带领的800人可并不是随另外的9万多人一起浴血奋战，最后杀出重围，只剩下了这800人，而是让9万多人为他们牺牲，为他们做掩护，自己趁着黑夜悄悄溜出来的800人。这样的区别是非常之大的，它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英雄，一个是逃兵。虽然说在战场上士兵掩护自己的主帅撤退是理所应当的，也是天经地义的，这本无可非议，但是对于那些被掩护的主帅而言，这至少不是什么英雄的行为吧。刘邦率领的是60万大军围攻垓下，而只能让灌婴带着5000人马追击项羽，可见当时他的大部分兵力也已经陷于那9万楚军的苦战之中。所以项羽逃亡之路上的每一步都是楚军将士的牺牲换来的。真正的英雄并不是逃出重围的项羽，而是那9万浴血奋战的楚军。所以在了解了这些史实以后，不管是太史公司马迁的生花妙笔，还是以后的众多影视作品的锦上添花，我们看到的都不应该是一个英雄的项羽，而只能看到一只困兽犹斗。最终，项羽选择了放弃回到江东的机会，自杀身亡。因为他宁死不愿过江东，后世的很多人呢，不禁是扼腕叹息。其中就有唐朝的诗人杜牧，他写了一首诗，是这样说的：胜败兵家事不期，包羞忍耻是男儿。江东子弟多才俊，卷土重来未可知。坦率地说，这首诗我不喜欢，特别是其中的第3句包羞忍耻是男儿。类似这样的话，我们实在听得太多了。什么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什么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还有那个脍炙人口的韩信甘受胯下之辱，最后成就大业的故事。我认为啊，韩信受胯下之辱，这并不是他的优点，而是他一生的污点。我们现在说韩信当时是没有意气用事，没有一剑杀死了那个泼皮，而是选择了忍辱负重，最后终于成就了大业。如果那时候他杀了那个泼皮的话，可能就没有以后的大将军，以后的齐王楚王韩信了。可是这是基于韩信最后成功的基础上，如果说韩信并没有成功呢？如果说他只是项羽军中的一个小小的执戟郎，那么又该如何评价他的胯下之辱呢？如果因为韩信成功了而认为胯下之辱是一个深谋远虑的行为的话，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是把功利作为了评判事情的标准了？这显然是不对的。
不能因为韩信以后的成功而改变了当初他受胯下之辱的本质。当时的本质就是他的怯懦。韩信无疑是一个军事天才，但即使是这样，也无法掩盖他性格中怯懦的那一面。项羽兵败以后，当初韩信的好友钟离昧去投靠韩信。钟离昧是刘邦通缉的要犯，刘邦后来也知道他逃到了韩信处。韩信为了取悦刘邦，保住他的王位，最后竟然是逼着钟离昧自杀，将钟离昧的人头献给了刘邦。这件事情上依然能够看出韩信怯弱的一面。最终韩信也没有逃过这一劫，还是被吕后所杀。我是想说呢，有些事情是可以忍也必须忍，比如说一些客观情况造成的困难、压力等等，这个呢必须要忍受，必须要挨过去。但是如果是面对来自于他人的霸凌，这种霸凌伤害了你，或者是伤害了你家人的人格尊严的时候，这时候想起古人的教训，应该是那句士可杀不可辱，而不是包羞忍耻是男儿。不好意思，可能有点跑题了。大家可能更加熟悉李清照的那首诗：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，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那么如果项羽没有自杀过了江东，他真的能够卷土重来吗？宋朝的王安石说不大可能，他是这么说的：百战疲劳壮士哀，中原一败势难回。江东子弟今虽在，肯与君王卷土来。他最后一句用的是问号，所以王安石是认为即使项羽过了江东，他也不可能再卷土重来。大家试想一下，项羽如果不死到了江东，刘邦的军队也即刻会杀到江东，项羽根本就没有喘息之机。而且那时候经过了秦末战争，又经过了楚汉战争，天下私定，江东的子弟还愿意为项羽去争夺天下吗？再者说了，如果项羽不思悔改，他还是以前那副模样，即使是江东子弟帮他，相信他最终也是难逃一败。项羽最后自杀，我认为是死得其所，这是当时最好的一个结局。不管怎样，他死的时候确实像是一个英雄。从他听到了楚歌响起，一直到他自杀之前，在这期间，他所有的表现都够不上英雄二字。我不想说他是狗熊，并不是说他不是，而是担心狗熊会投诉我诽谤。但当项羽选择了宁死不降，挥剑自杀的时候，在他的身上，我们又能看到了作为一个贵族的骄傲。他死的时候确实像个英雄，而且最主要的是，项羽的死彻底终结了楚汉战争。人们不会看到几年以后楚汉战争再次打响，那样的话，不知又要经历多少的生灵涂炭。现在项羽死了，战争结束了。经过了秦末的动乱和楚汉战争以后，这片土地终于恢复了和平。我想这应该是项羽之死的最重要的意义。说了半天项羽了，我们似乎忘记了今天的主人公虞姬。虞姬这时候在干什么呢？很多人会说，虞姬不是已经自杀了吗？不管是京剧《霸王别姬》，还是电影《霸王别姬》，或是其他的诸多的影视剧，都告诉我们虞姬自杀了。那么虞姬是真的自杀了吗？记载虞姬是自杀而亡的史料，最早呢是出自于距离垓下之战800多年的唐朝，一位叫张守节编著的一本史书，叫《史记正义》。这是一本为《史记》作注的史书。张守节呢，应该是唐朝开元年间的人，但具体的生卒年份呢都不大清楚。他这个人在唐朝来说，也应该算是名不见经传。他在这本书中提到说，据《楚汉春秋》记载，当时的项羽回到大帐中借酒浇愁，然后吟出了那首垓下诗。虞姬也做了一首诗贺之。诗是这样说的：汉兵与掠地，四面楚歌声。
大王意气尽，贱妾何聊生。据此推测，虞姬应该是自杀了。《楚汉春秋》是一本更加古老的史书，它的作者呢是当时刘邦下面的毛氏陆贾，所以陆贾基本上可以说是当时的当事人，所以他记载的秦汉的历史非常的准确。在他之后，司马迁在编纂《史记》的时候，也大量的转载了《楚汉春秋》中记载的那些史实，特别是秦汉之间的。所以说，司马迁对于垓下之战的记录很可能是源自于陆贾的《楚汉春秋》。不过呢，《楚汉春秋》到了南宋以后就已经遗失了，所以我们无法看到关于虞姬自杀之事的最原始的记载。但是既然《史记》中的很多内容是源自于《楚汉春秋》，那么为什么在《史记》中并没有记载虞姬是自杀的？就是虞姬贺了项羽的垓下诗，但是具体是怎么贺的？贺的是不是唐人张守节提到的那首诗？这些呢，在《史记》中都没有说明，只是提到了美人贺之。而之后美人怎么样了？虞姬去了何处？并没有任何的记载。所以啊，我们就可以猜想，第一种可能就是《楚汉春秋》中并没有记载虞姬自杀的事情。所以司马迁在转载的时候，自然也就不会提这件事情。第二就是，虽然《楚汉春秋》中确实提到了这首诗，隐约地表明虞姬是自杀殉情，但司马迁认为这不足以采信，所以在《史记》中并没有这样记载。不光是《史记》没有这样记载，再后来班固的《汉书》以及宋朝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都没有提到虞姬是自杀殉情。这些难道是偶然的吗？如果虞姬真的是用剑刺杀而亡的话，那么他的这把剑又是从何而来呢？在京剧《霸王别姬》中呢，是很好的解释了这一点，是说虞姬当时为项羽跳了一段剑舞，然后趁项羽不注意的时候就自刎而死。这似乎是比较合情理，但是在史料中并没有提到虞姬为项羽跳剑舞。那么如果不是跳剑舞，虞姬自杀的剑能从哪里来？难道是从项羽的怀中夺过来吗？或者从项羽身边的将军身上夺过来吗？这对于像虞姬这样的弱女子而言，这根本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如果虞姬真的是在帐中当着项羽的面自杀的话，那她也一定是得到了项羽的许可，或者说是项羽要求她自杀的。如果虞姬没有自杀在帐中，那么她后来的出路不外乎有两个，要么是在汉军攻入的时候被乱军所杀，要么就是被汉军俘虏献与了刘邦。如果真的是被汉军俘虏的话，那相信在史书中应该有所记载，毕竟她是项羽的宠妾。但是史书中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载，所以要么虞姬是死于自杀，要么就是死于乱军之中。那么除此以外，还有没有另外的可能性呢？北宋年间有一本书叫《太平寰宇记》，这并不是一本史书，而是一本地理史志。作者呢，就是如实的记载他所到的地方当地的风土人情、地理地貌以及遗迹、碑刻等等内容。在其中的亳州定远县县志中提到了虞姬冢，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：虞姬冢在县南60米，高6丈，即项羽败，杀姬葬此。意思是说，当时项羽战败，杀死了虞姬，把他埋在了这里。我想他之所以这样记载，很可能是看到了当时的碑刻。虽然说这本《太平寰宇记》并不是一本史书，而是一本地理志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在虞姬冢这件事情的记载上，它可能比很多的史书更加的可靠，因为它只是如实记录了当时他所看到的东西，并没有，而且也毫无必要的去编造这段记录，因为它毕竟不是史书，没必要去编造历史。除了这段记载以外，北宋中期的曾巩的弟弟曾布
在他的一首词中也有过这样2句话，说泣对虞姬，手戳青城宠。意思呢，就是说项羽当时哭着面对着虞姬，然后用剑刺死了他。根据以上的这2处记载，我们应该能够推测出，在当时的宋朝，虞姬是死于项羽之手，这也是一种说法。虽然平心而论，我相信很多的人都希望虞姬最后是自杀殉情的，这似乎也是对这位可怜的女子的一种安慰。毕竟死在自己最爱的人的怀里是一种幸福，而死在自己最爱的人的手里，则是一种凉透了的悲哀。据说后来在虞姬的墓上长出了一种草，这种草呢是对叶而生，茎软叶长，经常能够无风自动，好像是美人在那里翩翩起舞。于是呢，人们就管它叫虞美人草。这种草也能开一种花，是那种鲜红的花朵，人们就管这种花叫虞美人。那个红色据说就是虞姬的鲜血染成的。后来虞美人又成了一个词牌名，人们以此来纪念虞姬这个可怜的女人。在虞姬的庙门前还写着这样一副对联，来记载着这位女子的悲情过往。虞兮奈何，自古红颜多薄命。姬兮安在，独留青冢向黄昏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收看。这里是风下杂谈 ，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。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